曹兴诚想要在台湾有一个一席之地，是2024年他花了很多的钱请海外的反共自媒体到台湾来有一个观选团。这些反共自媒体一开始可能还真的就认真监督中共，他们现在那些都歪掉了，而且时不时干涉台湾，就变成绿营的侧翼打死。海外反共自媒体大致上我分成2类人，就是伦系跟非伦系。比如说文昭、江峰，他们其实有大量的信徒，所以他们的受众其实起步就很高，所以他们的流量可以非常非常的稳定。他想要模仿的就是这个，但是中共没有那么好了解，所以八炯当他在节目上喷说我跟谁谁谁站在一起，我心里想，其实那个团就是一个民间的反共团体到国会去跟一个中国事务委员会那个人见到面嘛，就像司法法制委员会的召委也会见到民间团体，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足以证明说你是在反共界是个咖。曹兴诚现在他的论述就拉出了另外一个方式，抗中保台，把它反共剿匪，所以这叫文创嘛，把旧的东西包装成新的东西，搭配黑熊，它下面比如说对青鸟金明里，对学术单位有民主实验室，它还横向连接到民防协会，军事相关的，它又跟吴怡农结盟，断后台湾。民进党玩这一套真的是玩得很好，而且还有人利用海外反共自媒体在 YouTube 上的声量来为这件事造势，所以他这整个事情大家有没有发现逻辑就串起来？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曹兴诚他想要在台湾有一个一席之地或者是一个话语权，他确实成功了啦。好，然后因为我知道是2024年他花了很多的钱请海外的反共自媒体到台湾来有一个观选团，当时请了20-30个人。观选团出钱就是他啊，因为那个团有快1/3我认识，包括像是文昭，还有悉尼奶爸，然后还有公子。其实海外反共自媒体大致上我们用最粗略的方式分成2类人，就是跟教徒有关的跟法轮功无关，叫伦系跟非伦系。对，那比如说我们讲文昭或者是江峰啦，或者是大宇他们那一群，对，他们就是伦系的嘛。对，这个是很明显，因为他们其实有大量的信徒，所以他们的受众其实起步就很高，所以他们的流量可以非常非常的稳定。加拿大来说就是文昭、公子沈，日本的话就是王菊，韩国的话就是文瑞，澳洲的话就是悉尼奶爸，那意大利的话就是徐某人，但徐某人是讲军事比较多。对，他们确实很多人都很可爱，也很有料啦，而且大家口才都很好。那其实我觉得在反共自媒体这件事情，伦系跟非伦系，我觉得无所谓啦。因为其实当时在新冠肺炎出来的时候，他们曾经有一个报道是讲说，法轮功的师傅啦，他曾经讲说，因为新冠肺炎的时候，所以大陆的人口锐减，好像2亿吧，我记得还有这个讲法。那其实这件事情到底经不经得起科学的推敲，我觉得是可以打上一个问号。肯定是没办法的。对，但是呢，其实像是文昭他们就不急着上车，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客观性。对，还有那个石板民夫啊，就是透过这个关系把这些人串在一起，包括王菊，但是没有，王菊当时没有受邀，所以王菊是自己来。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王菊已经跟法轮功开撕了。对，所以王菊现在有某种程度不能算反贼了。他没有到那么反共。我觉得王菊是这样，他的讲法，我觉得因为在舆论市场里面某一些观点过于客观，所以会导致两边都不讨好。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说，曹兴诚当时花钱请他们这些海外反共自媒体到台湾来做观选团。那同样的，还记不记得八炯说他到了美国的国会见到了谁谁谁，也是反共自媒体啊？当时为什么他们有机会去国会，就是因为当时就是海外反共自媒体牵那个头嘛，所以呢那一群人都是自媒体跟着去。那当然啦，公子沈他是有帮八炯背书，说那个场合他有看到他，没有错。但是也因为公子沈帮他背书，相对的我就更相信说，其实那个团就是一个民间的反共团体到国会去跟一个中国事务委员会那个人见到面嘛。其实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嘛，就像司法法制委员会的召委也会见到民间团体，所以台湾怎么做，美国就怎么做，甚至美国接见这个制度比台湾更完善、更频繁、更多。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足以证明说你今天到美国去见到了美国的议员，就等于你是在反共界是个咖。我觉得这是完全去脉络的一个讲法。不过这个反共自媒体跟曹兴诚勾在一起之后，让曹兴诚现在他的论述，其实他就拉出了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抗中保台，他只是把它反共剿匪。因为曹兴诚年纪反共剿匪是他最熟悉的 IP 啊，所以这叫文创嘛。文创就是把旧的东西包装成新的东西，新的东西又跟旧的东西融合，标志出它的独特性，用故事去包装好。这个就是曹兴诚在争取的嘛。那他这里面就很复杂了耶，他又有伦系，有非伦系的反贼，然后又跟民进党，又跟美国右翼。可是我们知道轮子跟右翼现在是很紧密的，可是民进党先跟这个美国的右翼彻底断联。其实川普现在有自己的媒体叫马斯克，找到一个新的大对，所以现在法轮功也急得很。再来，川普其实根本不反共。那好。
好，曹新成组这个反共志工团，其实他是作为这个搭配黑熊，你想，其实黑熊就很厉害，黑熊是一套运作的核心的组织，然后它下面比如说对青鸟有金民联，对学术单位有民主实验室，在民防系列的话，它还横向连接到了这个中华民国这个民防协会的一些，然后呢，针对外国军事相关的，它又跟吴怡农结盟嘛，有壮阔台湾嘛，但它有很多的对应组织单位，然后现在对罢免用曹新成来做反共志工总会，民进党玩这一套真的是玩得很好，他们把民团玩得非常的灵活，而且你看老曹为什么去结合这些海外反共自媒体，他又利用海外反共自媒体在 YouTube 上的声量，来为这件事造势，是啊，所以他这整个事情大家有没有发现逻辑就串起来？这些反共自媒体一开始可能还真的就在认真监督中共，因为中共在国内不好监督嘛。现在他那些东西都可以就是出口转内销，他们现在那些都歪掉了，而且时不时干涉台湾，时不时就把台湾的案子拿来讲，然后就说你们台湾就变成绿营的侧翼打手。其实我在大选前，我几乎每一天都会把那些所有人的节目都会看，但是大选之后论述的部分，他们抓题目在评论台湾的事物的部分，我觉得比较没有独到的见解，他们就备位资料的他们就收了我觉得台湾这些青鸟跟小粉红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啦。我自己在大陆的经验是，网上的小粉红确实很多，但其实生活中遇不到几个。我平常心讲，看到就怼你的那种真的没几个。然后呢，用有色眼镜、充满意识形态的仇恨去跟你交流的，这基本上很少。我只遇过1-2个，而且在公开场合。但是台湾你遇到青鸟这种所谓的绿卫兵很容易洪孟凯去看个棒球而已，前面坐个青鸟就一直偷拍他，然后洪孟凯离开之后呢，就把他拍下说你看洪孟凯离开的位置这边好多垃圾，就是有这么无聊的人，有那种就带头去推人的也有啊，很多啦所以呢，我们讲回这个反共自媒体，它其实在大陆有个名词叫公知啦，公共知识分子。它这个起源大概是在江泽民的后期，跟整个胡锦涛的那10年。原本公知其实这个形容词是相对来讲比较正面的，因为公共知识分子他要肩负起对于这个社会的一些议题的风向，跟肩负起一些评论。因为其实大陆没有所谓的政治评论员，但是到了习近平的第2任之后，其实公知有点被污名化。简单讲就是说，他们其实会讲所谓的中国大陆的一些秘辛啦。那当然不好的形容词叫做中南海听床师嘛。对于法轮功来说，他其实你可以说叫反洗脑，或者是用同样的方式灌输不一样的内容。但是他发现说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再往前扩展更多的受众，尤其是法轮功的年龄越来越大，而年轻人又不愿意往这个方向走，再加上他们有发现中共其实有意的在海外也要推自己的媒体，所以呢，法轮功他们其实动作非常快，他们就马上要另辟蹊径，就是要找另外一个舆论的战场，就是 YouTube。那因为其实我要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同一个新闻，所以为什么我会跟他们保持好一个关系，是因为我也想了解他们的想法。所以很多人讲说尤其巴炯，当他在节目上喷说我跟谁谁谁站在一起，我心里想说其实我早就认识了，认识他们就等于反共吗？你到我们的逻辑比较严谨的情况下，我都不敢说我跟谁站在一起就等于反共嘛。但是他就很喜欢这种所谓的去脉络化、简单粗暴的连结。没错没错，文昭是因为他已经有长期的论述的脉络，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可以去听。但是台湾现在比如说像巴炯，他想要模仿的就是这个东西，就他认为他已经看到了成功的样板，对，他现在尽量装了自己装逼嘛。对，但是中共没有那么好了解，它不是我们表面上评论就可以一笔带过的。李祥鹏之前大陆的自由派和青鸟都挺鸟的，不好分辨董王一顿操作下来反而好分辨的，因为青鸟都忙着为董王挽尊，只有自由派还不忘初心支持乌克兰。同样的印证我的看法，大陆互联网并没有太多的青鸟，而是这几年经济不好让不少人成为了反对者。这个说法倒是因为我有看到在 B 站上面有一些被称为反贼的账号，但是他的订阅很高，都上百万的虽然上百万在大陆可能不算非常的高，但是也算是相当有规模的账号。然后我每次要看他们在讲，一开始看我还说是这样感觉自己好像看到门道，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呢，还发现干这好像有点在带风向啊。他们的切入点大部分都是经济不好，所以其实大陆现在的状况是这样。原本呢，大陆的经济是高速发展，所以那个蛋糕变大的很快。那不断的切蛋糕给底层的老百姓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蛋糕长得很快。但是呢，现在随着社会的这种脱贫这种越做越深入吧，所以国家有很多的资源是往偏乡、往乡下、往4、5线城市、小县城去倾斜的，照顾的。那你的蛋糕长得又变慢，所以大家都收到水分就变少了。所以很多人就怎样，原本尤其住在城市的人，他原本享受的是我好期待明天，现在变成如果还有明天的时候，他的那种
不适感就会出现，那他就会在网络上寻找这样的声音。那很多的这种频道、这种账号，他们就是透过打说政府的政策失败，所以那个所谓自由派很多的来源是这里。